为了严肃对待今天的主题，我想把话先说得更清楚，甚至更死一点。我并不是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也不是期待任何人间惨剧发生，但是人世间的事很多都不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发生，所以真正让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事实。中国共产党垮台的那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首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解放了，而是完了，接下来怎么活？而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习惯在两个极端幻想之间来回摇摆，要么是粉红版童话，中共不可能彻底倒台，只要扛住这几年，熬过困难期，中国又能重新起飞，而且我们手里还有王牌杀手锏，瞬间完全朝鲜化，直接全国断网封国配给制，变成10几亿人的巨型朝鲜，党国是不可能彻底完蛋。要么是反共版童话，只要中共一倒，明天就能全民选举，然后民主宪政，言论自由，老百姓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直接从地狱切换到北欧模式。就算中国不小心出现大面积厮杀混乱，大家都别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掌控之中。世界警察会来收拾残局，中国乱了，美国、英国、欧盟联手干预，中国老百姓热烈欢迎，然后他们帮我们设计一套超级完美的宪法和秩序，最后中国被文明世界托管，直接升级，之后超越美国不是梦，成为世界一哥，听起来都很爽，多巴胺不受控制的高潮，对吧？问题是集权倒台的历史经验从来不是这样走的，也没有大量事实依据的参考推论，终究是幻想。今天我们先把幻想收一收。这条视频我打算干一件很不讨好的事，不陪他们做大梦，也不给你打鸡血，我只会找出中共倒台后，找出那一条最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社会结构、现实状况的真实路线图，然后毫无修饰如实的讲出来，无论现实多么残酷，多么难以接受，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直面事实才是对大家最负责任的态度。对中国普通人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别再靠幻想麻痹自己，要尽早认清未来真正会落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也要趁那一天还没到来，把能准备的生存能力一样一样的提前补齐，这样你才有机会在风暴中保护自己和家人，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中共倒台后最可能出现的真实路线图在哪里？这个真实路线图我只用了一个历史经验参照系，清末民初，不是苏联、韩国、东欧等国家。为啥？很简单，那些国家的体量、结构、社会现状、崩掉方式和今天的中国都不在一个级别上，你硬往上套，不但没法预测未来，反而容易让人做出特别危险的误判。我们先把这些常见案例简单的说一说，为什么他们不具备作为核心参考价值。先看苏联。苏联是什么？是一个联邦制帝国，有一堆加盟共和国，行政边界画得非常清楚。它解体的时候，基本就是按原本的边界直接拆成10几个独立国家。今天的中国呢，是单一制国家，省再怎么有存在感，再怎么喊某某大省，它也不是准国家单位，没有那个法理基础，也没有那种政治传统。所以网上很多人爱说的那种，到时候按省界一刀一刀切成好几个国家，那是标准苏联剧本，听上去很过瘾，但结构上不成立。再看东欧那几个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他们有几个特点：后面有一个现成的欧盟加北约托底，有教会，有公民社会，有多党传统，外面有人给钱、给市场、给安全承诺，所以他们的转型更像是内部松绑加西欧拖着往上走，哪怕很痛苦，底下有人兜着。这和中国这种体量的一体化国家、国际社会都是类似。朝鲜、塔利班这种朋友完全不是一个类型。阿拉伯之春那批国家呢，人口规模一般，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外面美俄地区强国到处插手，很多最后是长期内战加宗派冲突，那是典型中东烂局，和一个10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也不是一个物种。韩国、部分东南亚国家再看一眼，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冷战格局下，由美国、日本撑腰，一边搞出口型经济，一边从军政府慢慢往选举制度挪。说白了，属于被保护之下的渐进转型，不是帝国末日，而是不慌慢慢来。中国则是天天宣传仇日和反美，这些案例都有参考价值，但对今天中国只能算零碎边角料。他们都缺一个关键条件：超大人口加超大版图的一体化帝国，在财政快耗干之后，会怎么一步步烂下去？这个问题，你在苏联、东欧、中东、韩国等国家身上都找不到标准答案，能当标本的只有中国自己历史里的那一段清末民初。那为什么说清末比任何外国案例都更像今天的中国？我们就用几个硬指标说，你自己听着判断。第一，体量，清末的大清帝国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
版图横跨东亚内陆、沿海、边疆。今天的中国也是同样的配置，人口第一梯队，地理跨度巨大，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这代表什么？代表一旦中央出事，不会是一个首都出问题，整件事就结束了，而是动不动牵扯几亿、十几亿人。任何政权的崩塌都不可能像电视剧那样一句话宣布，一定是一个漫长的、多层级的拖烂式的过程。这一点，清末和中国今天是高度相似的。第二，财政结构。清末的时候，朝廷已经靠不住正常税收了，开始拼命加各种杂税、厘金、捐纳、临时摊派，大量关税、盐税被拿去抵押外债。中央账面上看着一堆收入，实际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少。结果是什么？中央说话越来越轻，地方督府开始只管一件事，先保住我这一省，别在我手里炸锅。今天的中国换了几套名词，本质很像。20多年靠土地、财政、卖地、城投平台把未来收入提前透支掉，地方政府自己搞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各种收费罚款来续命。名义上是一盘棋，实际上每个省市都在为自己的窟窿单独找钱。你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上面喊稳定发展，下面真正在想的是我今年财政怎么先撑过去。第三，表面统一，内里离心。清末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嘴上说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到了1900年以后，各地督府心里算的是自己的账，这仗要不要替北京打，这份上谕要不要真执行。洋人打进来，我这块地盘能不能先保住？等到辛亥革命一响，很多省是抢着宣布独立，并不是那一天突然想通了，而是原本就各自打算盘，只等一个借口。今天的中国表面上是中央权力非常集中，但你如果去看财政收支、招商任务、债务压力、维稳目标这些具体东西，每个省有每个省的小九九。有的地方先想办法把钱资产往外挪，有的干部能退就退，能躺就躺，先管自己安全，也是一种上面是一张皮，下面各自找出口的状态。这和晚清后期很像。第四，对外深度嵌入世界经济。清末是什么情况？关税、借款、铁路、矿权和列强绑死在一起，国际金融环境一变，朝廷发不发得出军饷，直接受影响。今天呢，中国是世界工厂，出口、外资、全球供应链是各地财政和就业的命根子。外需一收缩，外资一撤，技术一封锁，很多地方的窟窿马上露出来。在这种高度对外依赖的结构下，一旦外部输血掉下来，内部不会是一两个指标有点难看，而是整串问题一起爆，失业上来，税收下去，债务暴雷，福利砍掉，维稳加码。清末走过一遍这样的路，今天只是把洋关税加外债换成了出口加外资加技术。所以为什么我不花很多篇幅跟你讲什么苏联式整齐解体、韩国式和平转型这些爽文剧情？因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号将来叫什么，而是当中央财政开始撑不住，当军队、警察、官僚体系的忠诚度开始松动，当各地不得不优先保本地、保自己圈子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清末明初已经给过我们一套实景模板。开始之前，我先把这部分的思路说清楚，大家听起来就不会乱。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用清末明初照一下中共末期之后的中国会长成什么样，大致分4个阶段。第一段从太平天国之后开始，说的是团练湘勇怎么一步步黑化，变成后来的土匪、会党雏形。第二段是义和团民间暴力、迷信、民粹情绪，被朝廷当成工具，最后反噬回整个国家。第三段到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谁有兵谁有地盘，谁就有合法性。第4段是全面军阀化、黑社会化，枪、土匪、帮会和各种政治口号糊在一起，变成一锅粥。每一段我都会做同一件事，先把当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局面讲清楚，再对照到中共之后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压力、权力下沉、社会撕裂之下，中国普通人很可能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我说的不是虚构的末日剧本，而是有档案、有回忆录、有地方志可以对上的那种细节。清末明初那4步走到最后，就是一个关键词：中央说了不算，枪和利益说了算。现在我们开始先说太平天国之前的清朝时代背景。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道光、咸丰之后那个大清，表面上还是天朝上国，皇帝在紫禁城里照样早朝，受万人朝拜，礼仪一套不差，但底子其实已经开始塌了。人口在乾隆以后一路膨胀，地就那么多，能分到普通农民头上的只会越来越薄。外面2次鸦片战争打得丢城丢港，
关税、通商口岸一条条牵出去，白银不断往外流，朝廷手里真正能动用的财政越来越少。上面嘴上还在说永不加赋，下面各级官员为了把这个摊子支撑下去，只能在各种名目上动脑筋，正税不涨，附加、杂捐、号线层层往下压，老百姓账本上看不出多少变化，生活压力却一年比一年重，再加上一整套买官卖官、盘剥成风的官场文化，结果就是朝廷想要的是天下一体，大部分地方官心里算的是我这一省、这一府、这一片地怎么先别塌在我手上，自己的利益是最要紧的，皇帝家的利益是他家的事。你如果把镜头拉回到2020年之后的中国，这种感觉其实很熟。过去30年，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加世界工厂的组合拳，沿海开工厂，内地出劳力，外资、出口、基建一起推，一大批人确实从赤贫里翻上来，这是事实。问题是，到这几年人口红利结束了，老龄化开始顶上来，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发现房价早就被上一代锁死，编制岗位越来越少，没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体面工作越来越强，很多人隐隐有一种清末农民同款的感觉，不是饿不死，而是再怎么折腾，往上那一层永远挤不进去，一旦家里出点变故，就会直接往下掉。尤其是很多老人说，穷人家最大的福气就是不要有人生大病，要是有大病，直接不接受治疗，死了反而最好，否则就是拖累全家，一家人跟着你完蛋。财政这块更像是换了皮的老戏，清末嘴上说不加税，实际上靠捐纳、厘金、乱七八糟的暂行捐把百姓往死里拧。今天名义上的税制是现代化的，实质上很多税都是隐性的存在，你不能直接感受到。比如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只要你消费都会把税单独列出来，中国的税则是早已暗中和商品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地方这20多年主要靠的是卖地、搞城投、各种收费罚款来撑。地产熄火之后，土地出让金下去，债却已经堆在那儿了。你能看到的现实就是一个个地方城投暴雷，项目烂尾，教师工资拖延，医院降薪，地铁、公交开始缩线裁员。表面上是优化财政结构，底层的体感就是挣钱越来越难，被动掏钱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罚款、收费、社保基数越调越高。核心动机就是地方没钱了，公共服务也在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外部环境也一样，从外部世界来砸场子，变成外部世界把你边缘化。清朝前面有一整套天朝上国的幻觉，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轮轮打下来，朝廷才被迫承认，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不是他定的了，海关、关税、铁路、矿权，一样样被绑在列强手里。今天的中共，从2001年加入世贸那一波开始，享受了20多年别人抢着来中国挣钱的人口红利，到了中美对抗这几年，供应链外迁、高科技封锁，关键零部件卡脖子，很多行业开始发现，以前那些看不见的外部血管，一旦被掐住，国内一大票企业和地方财政马上就露馅。清末是白银不断往外流，今天是订单、利润、技术、外资慢慢往外撤，结果都一样。帝国表面还能维持体面，内部资金却越来越紧，能维持的区域和人群会越来越少。官场心态变化其实也很像。晚清后期，朝廷上上下下谁都知道日子不对劲了，但每个人算的是自己的小九九。做官的要先把买官成本挣回来，有机会再用贪污搜刮的民脂民膏往上爬一步。地方督府嘴上说忠君报国，真到关键选择时刻，首先考虑的是我这边会不会炸锅，我的士兵还有没有饷。今天你看各地官场，同样是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件一定会认真学习，口号一定会齐声喊，但落到执行上，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件事要花多少钱，有没有风险，出了事算谁头上。财政吃紧的时候，优先保证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公务员工资，警察和维稳体系自己人的钱包，其他的面子工程能拖就拖，能砍就砍。中央是他们的中央，不是我们的中央。清末是先保京师后保地方，现在是先保系统内的人后保公共服务，逻辑并没有本质变化。所以你会发现，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大清其实就是一个已经被掏空还在勉强维持盛世脸面的帝国，人口压力在底下顶着，财政在中间被抽干，对外接连受挫，对内官场腐败成常态。今天的中共中末期也有很多类似的支点，人口结构拐头，增长模式失灵，财政高度依赖卖地和加杠杆，外部环境从欢迎中国变成防范制约中国，加上一个以维稳为优先的官僚机器，区别只是技术和时间不一样，本质上都是上面越来越难顾全大局，下面每一层都在想办法先顾住自己这一摊。接下来的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底子上一把火点着的。如果你去翻一下当年的私人文献，不是清史稿那种，而是各地知县的日记、乡绅的家谱，
难民的口述回忆，会发现一件事：太平天国在纸面上是农民起义、反清复国，落到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场持续10几年的全国性人祸。很多县志里都写了类似的画面，一座城换一次旗帜就要重算一次账。太平军进城，先要粮、要钱、要青壮，湘军、淮军打回去再要一次。家书里常见的句子是丁壮多喜，十室九空，意思很简单，能打仗的男人被两边轮流抓走，剩下老弱妇孺带着没收完的东西往山里逃。有个湖南小地主在日记里记了一笔，说某年腊月，乡里日闻枪声，夜见火光，田亩皆荒，全村人把门板拆下来当棺材用。那不是文学，是他真实的生活记录。在朝廷那边，账本同样很难看，战前靠八旗、绿营维持秩序，军饷由中央发，太平天国一打，正规军打不过，只能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自己在老家招兵买马。曾国藩的家书里有句很关键的话，大意是朝廷不能给钱，我就去找绅商、盐商借，借不到就加捐加税。换句话说，从这时候开始，军权和税权一起下沉到地方，谁能募到兵，谁能筹到钱，谁就有话语权。表面上他们挂的是剿匪禁乱的牌子，底层逻辑其实只有一句：先保住自己这片地，自己这群人。再往下看，会党和土匪的边界也在这时候慢慢模糊掉。很多后来在档案里被写成土匪的人，前几年其实是团练乡勇，战乱已久，朝廷的口粮送不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饷也顾不上这些外围武装，团练就只剩2条路，要么解散回家饿肚子，要么自己找吃的，抢路收保路费，占山为王。所以你会看到大量这样的记载：某地团练变匪，乡勇擅而为盗，名义上还是保乡为民，实际就是养不活了，只能就地黑化。普通人只感受到一点，打着不同旗号的一群人都在你家门口抢东西。这套逻辑如果平移到中共末期，你会发现它并不抽象。在今天的中国，军队表面上高度中央集权，但真正贴着老百姓生活的是另一套力量：武警、特警、地方公安、城管、各种执法大队，还有挂着保安公司、物业、退伍军人协会名义的半官方武装。平时这些人领的是财政工资，维稳预算。一旦中央财政扛不住，发不出钱，或者中央命令压不下去，最现实的选择是什么？不会是讲一套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和晚清一样，谁能自己找到钱，谁就先活下去。你已经在现实里看到一点苗头了，地方没钱，开始疯狂罚款、抄市场、查手续，甚至远洋捕捞频发，有的地方甚至把保安协警承包给社会公司，让他们自己从停车费、摊位费、各种乱收费里养活自己。这和当年团练自筹军饷的思路本质上一样。如果某一天出现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不一定是宗教，也可能是中央治理出现重大错误，比如白纸革命，或者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产生某种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平均主义之类的口号，比如现在的高市早苗的激进言论。你猜一部分中国人真实怎么看？赶快打过来吧，我们快活不起了。一旦中央压不住局面，地方最可能的反应就是把现在这套保安加退伍加社会力量快速武装起来，升级成新时代团练。一开始他们打的牌子也会很好听，保护本地秩序，防止外来搞破坏，保卫群众财产。但你看过曾国藩那一代人的家书，就知道结局很可能是钱不够，先向本地商号、富户借，借不到就加摊派，加各类特别费用，人手不够就在街上抓青壮，参加志愿队伍。最后在普通人眼里，这些自卫队和当年闯进村子抢粮的那波人，区别只剩下衣服和口号。太平天国那一轮，老百姓的心理变化其实很典型。很多乡绅的家谱里，先是写陈开而迎太平军，因为大家验清朝的税，验调队的满洲官。过了几年，再记悔不早归王话，意思是发现太平军照样杀人，照样征粮，比清军更凶狠。等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压下来，难民的回忆又变成湘军纪律稍好一点，但过处亦多焚掠。有的地方为了断太平军粮路，干脆把整片庄稼一起烧掉。对普通人来说，从头到尾没有选择，只有今天被谁收拾的区别。对照今天，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并不比咸丰年间少，被房贷和烂尾楼困住的城市中产，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而且大量底层弱势人群没有人权，被强拆、被城中村改造推平的外来务工者，几十万、上百万在各种维权路上被拖垮的人。总之，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中国社会就是把人不当人看，把人强行分成3、6、9等，社会彼此之间的矛盾积累颇深。国家经济好时，这种问题被暂时掩盖；经济下行时就暴露出来。所以中国必然是个维稳国家。在强力维稳时期，这些人还能被压在线下，
压在搜索结果页之外。一旦维稳预算捉襟见肘，中央的控制力往下掉，社会出现真空的时候，这些人最先撞上的不一定是一个理性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能是本地的团练黑社会，打着反腐为民出头旗号的地方武装。他们需要人头，需要怒气，需要一批可以被动员的苦主，更需要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来宣泄个人内心的怨恨和不满。当然，打家劫舍捞钱也不能落下。太平天国当年就是这样，他确实抓住了底层人的恨，恨瞌睡，恨地主，恨贪官，但这股恨最后并没有变成一个新的秩序，而是被消耗在无数次攻城、屠城、报复和清剿里。再往后，湘军和淮军在地方站稳脚跟，很多原本的起义军成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收编做人家的前锋。书写历史的人最后只在几行字里写一个贼平，具体的饿死、病死、战死都散在家谱的空白和少数回忆录里。如果把这个镜头拉回到未来的中国，你大概能想象那种画面。表面上可能有各种高调的口号，各种正义之师的宣言，真实发生的是一层一层的，谁先把枪管在自己手里，谁就有资格谈理想。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像100多年前那些湖南、江西、安徽的农民一样，只是在不同旗号之间被来回征用，来回清算。太平天国这一战给我们的教训其实就2句。第一，当一个帝国进入财政吃紧、军权下沉的阶段，任何打着正义旗号的大规模暴力都极容易演变成多方军阀化的起点。第二，在这种局面里，顶层说的是保国、保教、保正统，地方说的是保自己这摊利益，真正没人有精力去保普通人的命运。理解了这一层，你再看接下来的义和团，明初军阀就不会把他们当成一段段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条线往下滑的不同阶段。下一步，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往前走，看义和团那一轮，朝廷、地方、帮会、老百姓各自又在这场新的暴力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说太平天国那一轮是把清朝的家底和中央军队打烂了，被迫下放军权，那义和团就是在这副烂底子上又叠加了一层民间暴力加迷信加民粹加朝廷当枪使。当时的背景很清楚，19世纪末，北方连续几年灾荒，山东、直隶旱涝不均，很多县志里都记着人相食、米贵如珠这种字眼。与此同时，洋人、传教士、教会、学校一路往内地推，铁路、电报线往乡下修，地方老百姓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原来的庙会、香火路被铁路截断，教案频发，谁家的地被教堂占了，谁家孩子跟着教会吃了点稀饭，村里就会吵成一团。在这种又穷又乱的环境下，北方乡间本来就有的拳会、会党，很自然就往一个方向聚拢，练拳、驱邪、伏击上身，号称刀枪不入，再加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扶清灭洋。这句口号后来被不少研究者证实，确实是全民在攻打教堂、洋行时反复高喊的，连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军官回忆录里都记得很清楚。对普通农民来说，动机其实很朴素，有人告诉你，只要跟着练拳、练咒，就能刀枪不入，还能顺便把欺负自己多年的洋鬼子教民收拾一下。县衙那边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人暗中撑腰，这种事在当时的语境里很容易就被当成活路。地方官、地头蛇、会首各有各的盘算，很多县志和档案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细节。某县知县明面上上报说全民乃良民练武，请朝廷开恩，实际上是想借这股名气威胁教会，吓唬乡绅，再顺手把自己那点小金库填一填。一些地方豪强、会党头目则趁机拉人收保护费，打着全会的旗号，把黑白两道一锅端了。最关键的是北京的态度。1900年之前，中央其实对义和团是犹豫的。一方面，许多大臣知道这些人不受控制，容易惹祸；另一方面，朝廷又确实太缺乏可以动员的力量了。最后，在对外压力越来越大，朝廷内部主战派抬头的情况下，慈禧一步一步滑向了借全民之力向列强摊牌这条路。从默许全民进京，到明令各省务得搅拌全民，再到干脆对多国宣战，这条时间线在官方档案和各国外交记录里都有清晰的日期和诏书文本。对老百姓来说，后果是什么？一开始，很多参加全会的农民真的是抱着一种替天行道的热情上去的。有人在家书里写，乡人多往从权，云可保身，且除洋教之害。这种语气，你能感到那是一种又怕又恨，又想抓住一点希望的复杂心理。可是战火一蔓延，八国联军一路打进来，报复性的屠杀、焚掠，各地清算权匪，倒霉的还是这些被裹挟进去的普通人。很多回忆录里都写过类似的场景。某个村子前几年还算太平，后来全民在村口扎旗，号召扶清灭洋。几个月后，
联军或清军反扑，村子被当成犬匪巢穴，房子被烧，青壮被抓，妇女为求活路被迫卖身逃亡。等风声过去，朝廷和列强坐下来谈赔款，条约上写的是庚子赔款，哪省摊多少银两，真正摊到每户人头上，就是地里多收几成税，盐价粮价再往上加一档。你会发现这个逻辑非常一致，从全会头目到地方官，再到京城主战派，口号都很大，扶清灭洋除教案，但真正在地面上承担代价的是谁？是那些被动加入全会，被迫避祸，被列强和官军轮番收拾的老百姓。现在把镜头拉回2020年之后的中国，我们不是说历史一定重复，只是提醒你去对照几个非常相似的结构。第一，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有一整套随时可以被激活的义和团式情绪，网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阴谋论、仇外言论，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到，动不动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谁敢辱华就全面抵制。很多时候上面表态之前，下面的情绪已经冲到前面去了。平时这些情绪被困在屏幕里，只是刷一刷评论区，可一旦哪天社会秩序开始松动，失业的人多了，被债务压垮的家庭多了，这些情绪很容易被人打包成一句简单口号，替国家出气，收拾汉奸，然后往线下搬。第二，那些最有动力去利用情绪的也不会是普通人，就像当年的县官、豪绅、会首，今天的很多地方权力半黑半白的利益集团其实也很清楚，当经济下行，财政撑不住，民怨越来越大时，最便宜的一种维稳方式就是把矛头引到别人身上，可能是外企，可能是某个国家，可能是某个少数群体，某种信仰，也可能是某个被选中的敌人。表面上大家喊的是爱国反侵略，实质上是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转移视线，为自己的地盘、项目、财富续命。第三，对普通人来说，风险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谁来执行。清末时代，很多人加入全会是被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劝，不去就不爱国，不去就当汉奸。今天，在一个高度数字化、动员效率更高的时代，一旦类似的逻辑被放大，你很难保证自己不会被裹挟进去。可能是被单位要求转发某些内容，可能是被社区组织统一站队，也可能是在街头遇到某种自发行动。你不参与就显得立场有问题，而一旦事态失控，真正会被清算、被牺牲的，往往还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一层人。这一点，清末全民的结局已经演示过一次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义和团这一段对理解中共末期之后的可能走向特别重要？因为太平天国教会我们，当中央财政和军队烂掉，只能把军权往地方下放。义和团则在这个基础上又补了一刀。当政权没本事解决结构性危机时，最容易走的一条捷径，就是利用民间暴力和极端情绪，先把矛盾往外推一推。只要这两步同时出现，军权分散加情绪被动员，大清后面的那一串灾难就有了完整的剧本。而今天的中国，军权、警权、舆论、网络监管都还紧紧攥在一只手里，这才勉强压住了各种义和团式冲动。一旦哪天财政和权威开始松动，这些东西会不会一起跑出来？会由谁来利用？普通人又会被推到什么位置上？这些问题，清末已经留下过真实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时间线往下看，在义和团之后，辛亥到北洋前期，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进谁有兵谁是官的军阀时代的？同时也想一想，如果在一个拥有核武、互联网和10几亿人口的中国重演类似结构，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如果把清朝最后20年当成一部连续剧，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1901年签辛丑条约割地赔款，只是整部剧开到倒计时阶段的那一集，首都失守，皇帝太后逃跑，赔款欠了39年，关税、盐税抵押给列强，北京附近允许外国兵长期驻扎。表面看，朝廷保住了龙椅，但从那以后，这个政权就注定要靠透支未来的方式续命。为了还赔款，为了证明自己还有治理能力，朝廷开始搞所谓新政、改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修铁路、练新军，还挂上一个听起来很现代的名词——预备立宪。史书上写得很漂亮，但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中央没钱就往下一层一层压，要求各省自筹经费。各省督府也不是傻子，知道这是皇上把黑锅往地方一甩，于是纷纷打自己的算盘，一边照章上报说承当竭诚效力，一边利用新政名义抓紧把税权、军权稳稳握在自己手里。练新军就是最典型的一件事。按照纸面制度，这些新式军队当然是皇军，但军饷是谁发的，军官是谁提拔的，士兵家属出了事找谁说理，基本都在本省本督府那儿。很多当时的军人回忆录都提到自己认的是某某大人、某某将军，至于北京那位小皇帝，更多只是新闻上的存在。也就是说，朝廷为了续命，
等于亲手把最硬的一块权力，带枪的权力送进了地方大员兜里。与此对应，今天的中国这10几年的新政画面你也很熟悉，高铁、机场、城轨、一带一路、军改、警务现代化，各种新口号层出不穷，背后的财政逻辑也差不多。中央靠土地出让金、税收分成、央企红利，地方靠城投债、隐性债，各种收费罚款，把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提前透支到今天来用。表面上看是加快现代化步伐，实际操作中每一级政府心里都在算，我这摊钱怎么撑过任期，我手里的人马、项目和利益圈怎么保住，谁也不敢说自己真的有余力去兜底整个国家。再往后就是辛亥这一枪。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本质上就是地方对中央又要钱又不给好处的一次集中反扑。清廷想把铁路国有化，用来抵押贷款，四川、湖北一带的士绅、商人直接炸锅，你前面让我们出钱修路，现在说收就收。于是地方的商人、知识分子、新军、会党拧在一起，点燃了起义。接下来的情节大家都知道，各省一省接一省宣布独立，宣统帝颁训位诏，国号从大清变成中华民国。但对普通人来说，国号换掉的那一刻，生活并没有突然变好，反而进入了一个更混乱的阶段。北京有北洋政府，南京有临时政府，南方有护法军，西南有自己的一摊，东北是张作霖的地盘，谁是真正的中央，要看谁手上的兵更多，粮饷发得更勤。各地军阀收税自养，铁路沿线、盐运关口、矿区、通商口岸，能抓住一点资源的都成了抢手货。老百姓在县制家书里写得很直白，以前1年交2次税，现在除了正税之外，还要交军费捐、团房款、临时摊派。以前只有朝廷抓丁，现在是各路军队都在抓人补兵，躲不过就只能跑山、改行、投亲靠友。你如果对照今天，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类似的隐形结构。在各种压力叠加的情况下，中共虽然还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和财政中枢，但地方已经在大量自谋出路，有的疯狂卖地、卖资源，有的用罚款、检查、奇怪的收费项目来补窟窿，有的干脆躺平，能拖就拖。等到有一天，如果外部的冲击再大一点，内部财政再撑不住一点，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辛亥前后的局面。表面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号和政府，底下各省、各大城市、各条系统都在优先保自己的人、自己的盘子。北洋前期就是这条路的进一步展开。袁世凯上台之后，一度看上去是恢复秩序、废科举、搞新法、兼并地方武装，把各省都督换成自己的人，但他能做到这一步，靠的不是宪法，而是北洋军。袁死了，北洋军内部马上分裂成直、皖、奉几大派系，先在北京城里抢总统之位，再把战火烧到中原、东北。很多当时人的回忆都提到，同一条铁路半年内可能先后被3支不同的军队控制，每换一波人就要重新交一遍陆捐、军捐，商队被反复搜刮，老百姓索性不敢出门，市场直接瘫掉。这一幕映射到未来的中国，大概会长这样。如果中共的中央权威不是体面退场，而是在一次次经济和政治危机中被消耗掉，谁握着枪，谁控制着关键的财政和信息节点，谁就会自然地往地方军阀方向滑。可能不会像100多年前那样直白地叫某某军阀，而是以某战区、某警备区、某重要行业监管机构、某大型国企集团的形式出现，但实质是一样的。上面的统一口号还在用，下面实打实的是谁能发工资，谁能保治安，谁能保住饭碗，老百姓就先听谁的。至于国家整体往哪儿去，已经不在大部分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从八国联军到辛丑，从辛丑到辛亥，从辛亥到北洋军阀，清朝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条很清晰的轨迹。一个本来就有内伤的帝国，被外部一脚踹开口子，内部靠改革和借债续了几年命，最后在财政透支、军权下放、地方自保的连锁反应下，慢慢散架。这条路，如果你用来当做中共末期的参照，不需要太多形容词，很多细节你自己一对照，就知道哪一段已经在路上了。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北洋前期名义上有一个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几大军系在北京轮流坐庄，下面一省一省各算各的账。接下来这10来年，中国就彻底滑进了一个新阶段，枪在谁手里，匪军帮会口号全搅在一起。老百姓每天面对的已经不是朝廷，而是一整片灰色地带。如果你翻一些当年的县志回忆录，会发现一个很扎眼的变化。以前写某县隶属某府某道，到了民国10年以后，开始反复出现某军入京本县，某部驻扎境内，盗匪猖獗，团练溃散这样的词。对县里的普通人来说，日子就是在兵来兵去、匪来匪去中间被切割的。很多军阀本身就是太平天国之后那批团练，
相拥的升级版。原来给清朝打工的地方武装，清朝倒了，北洋政府又养不起，干脆自己立旗子，今天叫某镇守使，明天改成某陆军总司令。不少人早年就是做保镖、押镖、会党头目出身，这些在后来的口述史、地方档案里都有明确记载。换句话说，所谓军阀，很多时候就是土匪、黑社会披了一层合法外衣。到了一些大城市，这种灰色结构又有另一种形态。上海是最典型的青帮控制码头，工人、赌场、烟馆，商人出钱，警察、官员给手续。到了1927年清党的时候，蒋介石干脆公开把青帮拉出来当自己的打手，讲自己在日记里都承认依靠江湖朋友帮忙清理共产党和工会骨干。对外的口号是清党、救国、反共。对普通上海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某天开始，谁家的铺子门口有哪路兄弟站岗，保护费交给谁，谁说了算。再看乡下，很多回忆录都提到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县城周边名义上有3路军驻防，同时还有7、8股土匪，外加几个打着会党旗号的帮会，哪一股势力强一点，就去县衙里谈判，要个保安团长、自卫队长的名义，顺便把自己的人塞进保甲、乡绅、税警队，白天是保安队，晚上换身衣服就是上山的土匪，征粮、抓壮丁、绑票、罚款，用的都是军需、公粮、捐款救国的名义。普通人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是什么感觉？很多人写得很直白，你家门口今天挂的是直系军旗，明天换成奉系旗，再过2个月可能又多一块明军的旗帜，每换一块旗子，你要重新交一遍钱，重新被摸一次底，甚至还要送人去当兵。谁敢说不？谁敢问一句，你到底替谁打仗？顶多敢在日记里骂一句兵匪不分。有些老辈人的口述回忆里说得更狠，不怕匪，只怕兵，匪来一次，兵常连在。再加上一层黑社会化，很多地方的商会会长、码头工会头目、盐号大掌柜背后都有帮会撑腰。真正的规则是货从谁的码头走，公是谁的人，警察接谁的电话。你表面上看到的是商会纠纷、公潮，背后其实是帮会和军阀抢利益，老百姓夹在中间，连站队都是奢侈，只能看风向，谁现在赞成就先拱手服软，求一条活路。这一整套局面，如果你再对照一下今天中国，其实很容易想象一条未来可能的线。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雏形了。所谓扫黑除恶的通报，往往一拉就是一串，黑社会头目、村支书、开发商、建筑公司、保安公司、个别基层警察全拴在一起。平时你看到的是物业纠纷、强拆、高利贷、黄赌毒这些具体案件，背后其实是一个地方的小型利益共同体。谁从工程里抽成，谁从放贷里收利息，谁负责出面维稳，谁帮忙打压不同意见。在中央还强势的时候，这些东西表面上还能收着，出事了就抓几个典型，换一批干部，案件往上一报，事情算处理完毕。但一旦中央财政顶不住，军警系统发不出足额工资，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罚款和灰色收入，那这些人就有了更大的动机，把手伸得更长、更公开。名义上可能还是联合执法、综合治理，实际就是各路人马出来分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到那时，中国很可能会出现一种现代版军阀加黑社会的格局，不是每个省都变成割据王国，而是在很多地方会出现这样一种混合体。一条线是地方党政、公安、城管、国企、高管，一条线是保安公司、退伍军人、社会团体，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黑恶势力、地下放贷、灰色生意。3条线彼此交叉，互相利用，必要的时候挂上一面旗帜，可以是维稳、反恐、打击极端主义，也可以是反腐、反共、地方自救。对外的口号怎么换，取决于当时对他们最有利。真正不变的是那件事，要保证自己这一摊人有饭吃、有钱分、有安全感。在这种局面下，普通人会怎么活？和民国军阀混战时的感受其实差不多。上面是你搞不清楚的各种政府、委员会、指挥部、联防队，下面是一次一次非常具体的检查、摊派、募捐、征用。你不一定会在电视上亲眼看到政权崩溃的直播，但你会很清楚地感觉到谁在你这条街有话语权，是哪个系统、哪个哥说了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清末民初那套全面军阀化加黑社会化的烂局，不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标签，而是一个可以被今天中国现实一点一点对照上的模板。等会儿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会把镜头拉得更低一点，直接从一个普通家庭的视角看，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一年到头究竟要交多少看得见、看不见的买命钱？哪些决定是他能做的？哪些东西他根本轮不到说话？如果把这套经验平移到未来的中国，其实就能大概看得出来，中共一旦镇不住局面，普通人要面对的很可能也是同样3件事，只是换了一层现代外壳。活命成本不再是兵饷捐、团练税，而是房贷断供、存款缩水、
各种名目的罚款，社保福利一点点往下砍。以前卖地卖人，现在可能是被迫卖房卖保单，掏光家里最后一点现金。暴力碎片化也不会写在公告里，而是一边是名义上的警察、协警、城管各类执法队，一边是地方黑社会、保安公司、宗教极端团体，打着反共自救旗号的混合组织。谁能动员人，谁敢下狠手，谁就占地盘。理由永远是维护秩序，保护大家。信息失真会更厉害，一方面是官方话术和审查系统还在运转，另一方面是各种自媒体、群聊、小道消息满天飞，你很难知道哪一个冲突是谁挑起来的，哪一条消息是被放出来给你看的。但你能真切感受到的是，工作不好找，钱越来越薄，出门越来越不安全。清末那些写家书的人，往往最后会说一句：愿儿早离此地，盼你另谋出路。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走到现代版晚清，很多普通人心里想的恐怕也不会是国家前途这么大的词，而是家里还能支撑几年，孩子要不要送出去，要不要提前把能挪的东西挪走。所以把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拉出来，不是为了证明历史一定重演，而是提醒你一件事，在一个大帝国慢慢垮掉的过程中，最早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往往不是皇帝，不是将军，而是那些每天只想过日子的普通人。如果把晚清那80年真正细看一遍，你会发现活下来的普通人很少是哪一方的大英雄，大多数都是提前认清局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留了一点空间的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预言哪一天大变，而是借着这段历史，尽量早点把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退路想清楚。第一层现实其实很残酷，能走的人还是应该尽早想办法走。中国有钱的早跑了，晚清的时候有能力迁到通商口岸、租界海外的那一批人，后来在族谱、家书里普遍被写成先人远食，不致全家覆没。今天的差别只是地理范围大了，信息更多了，但逻辑没变。越是可能成为未来冲突中心的地方，核心1、2线城市的政治区、重要工业基地，边疆要冲越，不适合在最危险的时候全家死守。能润出去是润，润不出国，把家人慢慢挪到风险相对低一点的地方，也是退一步。但现实是，大多数人走不了。清末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毕竟受认知和金钱局限的人占大多数，对走不了的人来说，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幻想哪天上面换了一批好人来救我，而是先承认，如果真进入现代版晚清，你面前的可能是好几年、10几年持续的烂局，而不是1、2年的风暴。这个预期一旦建立，你很多选择会不同，工作、资产、关系、孩子、教育都不再是怎样上升，而是怎样活得久一点，受伤小一点。所以当中共陷入现代版清末民初，普通人该怎么才能活下来？首先要认识到风险是什么，然后要放下什么幻想，最后在今天中国普通人现在能做什么？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清末民初，其实就一句话，大帝国烂尾最常见的不是灭国，而是长期烂在那儿。晚清就是这样，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军队打不动了，军权被迫下放；义和团之后，中央信誉在国际上彻底透支；辛亥之后，国号换成了民国，但下面是军阀、会党、黑帮一起上桌。你去看当事人的回忆录、家书，最扎心的不是亡国2个字，而是很琐碎的句子：今岁军捐再起，乡中青壮多被抽，十室九空。昨夜又有兵至村，所想不遂，焚屋数十。也就是说，对底层人来说，危险不是某1分钟宣布解体，而是日常生活一点点变形。原来是一套人压你，全国产一套标准，后来变成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人来压你，嘴上都说自己代表天命、革命、国家。把这套逻辑平移到今天中国，很残酷但很现实的一点是，中共要垮，很大概率不会是电视里某天宣布政权结束，更像是财政撑不住军警地方化、黑社会化、帮派化、极端化一起往上冒。所以普通人真正面对的风险不是哲学问题，是很具体的几件事。你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罚款、抽血、乱收费越来越多，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兜底的东西一段一段在塌。城市里治安开始肉眼可见的变差，小规模暴力事件、极端事件越来越多，但媒体不一定报。一旦某些地区财政断粮，军警、黑恶势力和打着各种旗号的人会混在一起收保护费、搞控制。清末那一代人已经踩过一次坑，我们这一代如果还把问题理解成会不会像苏联那样体面解体，其实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超大体量、财政已高度透支、社会高度原子化的中国，烂尾时刻，普通人要承受的那套连环打击到底长什么样？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小可爱问，那既然中共一倒台，后面可能这么惨，那干脆别倒台不就完了？这个想法很正常，但它有个前提错误，中共倒不倒台，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集权体制迟早要还账的结构性结果，也是中国几千年王朝轮回的老剧本。你可以主观上希望它永远别出事，但客观上财政扛不住，经济下行，社会撕裂到一定程度，它自己就会一步步走向失控。这跟你是不是希望出事关系不大，至于后面会走向哪里，也很残酷的分两种可能。如果中国人在这场大灾难里真的能反思，能学习，最后顶着巨大代价走到一个比较像样的民主宪政框架，那当然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走不出来，只是换一批人上去，社会更乱更碎片化，那也依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我现在做这期节目不是为了期待灾难，也不是替任何一方站台，只是把可能发生的那条路讲清楚，好让每一个普通人少一点瞎幻想，多一点准备空间。所以在我们认清了风险，同时也要放下几种特别危险的幻想。一、体制会自己改好的幻想。晚清搞新政，搞预备立宪，文件一大堆，会议一大堆，但地方回忆录里记的是什么？新政名目日多，征税无以实，民间不闻朝廷何德，为之贪派一众。今天你看到的深化改革、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跟那时候是一个路数，在不动根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用技术手段续命，指望他自己痛改前非，从上到下一夜之间良心发现，这是第一种要放下的幻想。二、等一个英明领袖的幻想。清末有人盼光绪，有人盼某位人臣，民国初年有人把希望压在袁世凯身上，觉得总得有个强人先把局面镇住。后来怎么写的？不少人1920年代回忆才承认一件事，这套机器本身就是用来吃人的，好人要么被吃掉，要么被裹挟变形。今天再说，不是制度坏，是某某人坏，换个好领导，一切都会好。本质上就是用一两个看上去没那么坏的独裁者给制度洗白，听起来安慰人，但从历史数据看，成功率极低，代价极高。三、外国人会来救的幻想。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有人真心盼列强来约束清政府，结果等来的是辛丑条约、赔款、关税、矿权、驻军。你今天指望欧美、日本因为同情中国老百姓来帮你推翻统治、设计新制度、兜底经济，这就有点离现实太远了。他们会不会对中共有压力？会不会在某些议题上帮你？有可能，但所有这些优先顺序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不会替你付整个烂摊子的成本。四、反共革命党会杀回来救我们的幻想，这点是最容易踩坑的。清末到民国，革命党三个字非常好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你去看普通人写的东西，某地革命军进城，军费一层一层摊到老百姓头上，很多队伍前一天还是土匪，第二天打着讨贼军、护法军的旗帜，在百姓家里照样抓壮丁、抢粮，口号是真的好听，操作是真的一样。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共组织，如某某临时政府、海外联络委员会、新中国联邦主打一个解救中国劳苦大众，其中有真想重建秩序的人，也会有借旗子搞钱、搞地盘的人。如果你把反共两个字当成自动免检的道德标签，就非常危险。历史已经说明，反谁不等于真为你好，关键看他打算怎么对待没筹码的小人物，是不是以中国人利益为根本。对于你而言，你会把全家人活下去的希望赌在遇到少数真心为中国人未来而革命的组织上吗？五、国内外同胞会集体救我们的幻想。还有一种幻想，其实很多人不愿意说破，就算体制靠不住，起码中国人会救中国人吧。海外有那么多华人富豪、成功创业者、知识分子，国内也有不少体制内、体制边缘的人，以及企业家、知识分子，看上去三观挺正。等到真乱起来，这些人总会站出来，组织一个华人版的诺亚方舟，把大家捞一把。听上去很温暖，但从清末一路对照下来，你会发现规律刚好相反。清末民初的时候，也有大量华侨、商人、绅士出过力，侨领捐款办学、办报纸，给革命党凑军费。一些本地大户在城破之前，帮乡里多说几句情，多数几个人，这些都是真事，档案和回忆录里都有记载。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能做的是锦上添花，雪中送一小块炭，但没有一个群体有能力给全国老百姓兜底。原因很简单，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家人要保，真到生死关头，能稳住自己那一小块，就已经是逆天发挥了。你把这个逻辑平移到今天，其实也差不多。海外华人里肯定有人会做媒体、做救助、做揭露真相的工作，这些都很重要。
也一定会有一些人在局部地方做互助，搞避险项目，甚至偷偷帮人脱身。国内也会有少量良心企业家愿意承担一点风险的医生、老师、律师，在关键时刻拖一把，但他们能做的注定是点状的、有限的。而中国人和华人社会大部分人群，在中共的长期统治塑造下，都是原子化的，眼光短浅且自私自利，关键时刻能不负害就不错了。另外，社会价值观长期导向是有钱就是牛就是爷，导致很容易没有道德良知底线。所以当面对社会公共重大灾难，没有无私的大规模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基础，而小范围的利益或无私团结不足以应对重大灾难。大多数人都是想不付出搭便车的价值观。疫情3年，普通人的状态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不可能有一个海外大组织一声号令就把全国普通人全接走，也不可能有一批良心资本集体掏腰包帮你还房贷兜医保。清末那代人后来回忆，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总有人会管吧，总不会任由我们这样死吧。结果就是真的有人帮忙，但永远帮不过整个制度往下压的速度。所以指望国内外同胞集体来救这件事，本身就是拿别人有限的善意给自己编了一个无限的安全感。你可以期待局部的互助，可以主动去建立参与这种互助，但如果把别人会救我当成大前提，那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会拖延。应该分散风险的时候不分散，应该早点给家人准备预案的时候不准备，应该现在就搭小圈子的时候，天天在网上等一个救世大群。历史上真正被救下来的，往往不是最值得被救的，而是那些自己先动起来的人，刚好碰上了那点别人能给的帮助。最后在我们认识到了风险，放下了幻想，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应对这些风险？提的最多的就是赶快润出中国，注意别想以后太多，你目前的紧要目的是保命，这是最好的应对方案。如果有观众想走这条路，建议多看一些润学博主，注意别被人骗了。这里提醒一下粉红小可爱，别看一些中国有钱有权，一部分社会中产还不慌不忙的待在国内，真实情况是能跑得早就跑了，现在还不走的人，估计这些人都有海外身份，国内还有大量利益需要处理，遇到社会突发重大问题，几张机票就解决。所以普通人要润的时机是越早越好，提早把要去的国家语言学好。但是更多的中国人的现实情况是润不出去。我重点讲这部分人怎么应对。从那些当年活下来的家书、回忆录里，你会看到几个反复出现的经验。第一，尽量把自己从必争之地往外挪一点。太平军和湘军对峙的主战场，义和团和洋兵拉扯的铁路沿线，后来军阀抢地盘的交通枢纽，老百姓的死伤永远最重。很多家族能熬过去，是因为有人在前几年就察觉不对劲，把家从大路边城中心搬到了偏一点的县城、山里、乡下。今天的中国，你未必能想得那么清楚，但至少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住的地方是不是那种一旦出事，所有力量都会先盯上的位置？有没有条件在3-5年内把老人小孩慢慢挪到不那么吃紧的地方？这些决定没有标准答案，但你早点想，比事到临头匆忙跑路好得多。第二，恢复一点最底层的互助网络，而不是只盯着有没有枪。清末那些团练相约，刚开始并不是黑社会，而是几个村子之间合伙守路口，互相通风报信，轮班看夜。后来之所以变味，是因为被官府收编，被会党、军阀利用，最后变成新的压迫工具。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你最现实能做的是认认真真的搞清楚真正值得信任的亲戚、同事、邻居到底有几家。一旦断网、断电、交通被切断，你和谁还能互相找到？你们能不能在完全合法的前提下商量几件很朴素的事，比如谁家有井，谁家有车，谁会一点急救，谁有乡下老家，万一有事怎么互相照应孩子和老人。很多清末的回忆录都有类似一句话：信邻里相续，得免于饿殍。意思就是一条街上如果还有几家彼此真心照应的人，就不至于被饿死、病死。今天你不用去搞什么民兵组织，那条路极容易变成帮派化，最后连你自己都被卷进去。真正重要的是那3-5个彼此信得过，可以互相托付一点东西的人，这比在网上加1万个群更可靠。第三，是对物资和信息做一点底线准备。清末活下来的普通人几乎都提到过2样东西：一点藏好的粮食，1-2处安全的水源。很多人不是死在枪炮下，而是死在饥荒、疫病、断粮。今天的城市人习惯了今天买明天吃，家里空空如也，一旦碰到风控、停运、金融风波，就会立刻陷入极端焦虑。你不需要囤成末日仓库，但最基本的几样东西完全可以提前准备，1-2周甚至1个月的水和耐储存粮食，一套常用药和应急药，一些现金，分散放几个安全的地方。
还有最基本的急救知识。清末的人没有手机，但他们会把重要地址、亲戚名字写在纸上。你今天也一样，不要所有关键信息只存在一个应用程序里面。断网封号之后，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联系求助的人都找不到。说到这，有观众可能会说，君玉兰，你胡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产能严重过剩。对此我不想和你们有过多的争辩，我只想说一个事实，疫情时连一个退烧药都要抢，外部捐助物资都被贪污买卖，甚至于一个网络传言的灾难谣言。很多人第一时间是去抢物资，注意是抢。第四，对政治激情要格外小心。晚清很多年轻人跟着太平天国、义和团各种讨伐军冲上前线，真心以为自己是在为天下苍生出头，结果在家书里留下的最后一句，往往是至此音讯不续。那些拉横幅最响、口号喊得最大的队伍，并不一定会善待站在最前排的小人物，而那些号召用肉体革命的组织头目和高层，从来不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冲在战争一线，而是忽悠别人，冲牺牲，好处自己拿，还拿最大的。而今天你在网上看到各种极端情绪、极端号召，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人如果真掌权，他面对像你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比现在这套体制更温柔？多数时候，答案未必乐观。你可以有立场，可以有判断，但尽量少做那种把自己推到枪口最前面的事，尤其是在你既没有资源，也没有退路的时候。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会问一句，那将来要是真乱了，我们是不是也得搞一点家里的武装？我不是要打仗，我就是想保护家人。在此我想说，为了避免被观众误导成鼓励血腥暴力，大家别去当暴力玩家，更不要幻想靠家里武装解决问题。你真正需要的是自保和应急意识，而不是武力升级。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清末明初的档案，还是今天全世界乱起来的那些地方，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规律，只要你身上同时具备两个标签，有组织有武力，你就不再是普通人，你立刻会变成要被收编的人，要被利用的人，或者要被清理掉的人。清末那些保乡团、团练一开始也是为了保家保命，后面不是被拉去当军阀的兵，就是被新政权算总账。你一旦站在武装的那一边，就很难再全身而退。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被任何一方轻易收编成可用的暴力，无论是打着反共、爱国、自救、宗教、民族旗号，只要核心诉求是上街斗、上山打，你都要警惕。清末的无数会党、民军、永志营后来都被写进正史，但那一堆好听的名字背后，有多少普通人是被裹挟、被欺骗、被消耗掉的？今天的你，如果不想在下一轮历史里变成记事录上那句某年某月某地数百人阵亡的数字，就要学会在激情面前踩刹车，而不是只会踩油门。最后再说一句听上去有点冷血，但我觉得必须说的话，在大动荡年代，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清末那些给子孙写家法的人常常会说乱世以保命为先，不是鼓励你变成自私的犬儒，而是提醒你只有先把自己和家人的基本安全守住，你才有可能在将来稍微平稳一点的时候去谈建设、谈改变。一个被饿死、打死、消耗掉的人，再正确的立场也是白搭。所以这一整期节目绕了这么大一圈，讲太平天国，讲义和团，讲辛亥，讲军阀，不是为了吓你，而是想让你在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和空间的时候，提前把那些迟早要面对的问题认真想一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教训。中国大多数底层人，我以前也陷入可恨的情绪当中，但随着自己学识阅历的增长，其实更多是一群可怜人。最后祝愿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关心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最后都能全家平安健康，一起见证新中国的到来。